天通过制作风铃的扭蛋，给大家讲一下我总结的刻刀使用技巧。这次刻线用到的刻刀是迪斯派新品雾影刻刀和破晓 2.0 刀柄。如果你是新手喷漆玩家，可以先用砂纸给要刻线的零件表面简单打磨一下，这样因为表面的细小划痕，能很好的帮助你避免跑刀问题。刻线时的动作其实是有些讲究的，在做落差刻线和自己 DIY 刻线时，支点一般只有落差或者是刻线胶带的落差，如果仅仅依靠这个来刻线，就很容易跑刀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手来创造出第二个支点。左手拿住零件，右手在握住刻刀的同时，右手的无名指在零件下方，类似于这种感觉。我手比较小啊，所以用无名指，手比较大的小伙伴可以用中指，手指往无名指方向发力，根据你要刻线的角度调整你的无名指，让无名指一直在刻刀和零件的正下方，两个支点同时起作用，就很难跑刀了。一定要轻。刚开始刻线，大家会比较追求刻2下就能看到线槽，其实这样会造成你在一开始刻线时就特别用力，而大多数问题都是过于用力造成的，比如刻出来的线槽飞边严重、跑刀、断刃等等。多练习。虽然我讲了这么多啊，但实际上还是脑子会了，手说你撒谎。有很多需要用手去熟悉的和需要形成肌肉记忆的地方，不是上来就能刻好的。最开始吧，我也是看了好多教学视频，但自己一上手呢就失败，打击到我自信心后我就停下来了。直到有一次刻了2盒来练手，直接就学会了。所以瑞老师说的做2盒模型就会了，这句话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。水贴完成。这个扭蛋坑坑洼洼的地方还是挺多的，需要耐心打磨一下，但是零件不多，非常适合拿来练手。迪斯派这次的雾影刻刀和刀柄都是在之前产品的基础上做了升级，刻线过程很丝滑，也会拉丝，还是挺顺畅的。刻刀表面做了抛光，刻线线槽也会干净很多。刀柄比 1.0 版本也是增加了配重，让手感更好了一些。前端握柄处材料也更改为金属材质，握感也会更好。其实相较于 MGPG 这种大的模型，做起来周期又长又麻烦，可以考虑从这样的小东西开始练习制作，抓紧试试看吧。最后说一下啊，塑料零件的材质是不太一样的，不管用什么刻刀，刻大扳都是挺痛苦的。练手不要用大扳，尽量用万代的模型。记得关注我哟，拜拜。